等着吧，加藤君，我会让重庆一夜成名，无差别轰炸。将军，机会已经来了。海军气象中心刚刚做出预报，3天之后，也就是5月3日，重庆多云见日，转为晴好天气。这还不够，郎本将军在重庆的谍报网要为我提供轰炸当天重庆的云高、能见度、风向和风速变化。嗨，我这就去报告郎本将军。怎么样？可以肯定的是，发报的地点就在市内。具体一点，哪个区，哪条街道？跑了，发报已经结束。这小鬼子还真鬼啊！接连2天同一时间发报。你看看，我昨天就试着破译，只得到了几组数字，今天还是数字。光知道数字有什么用？得知道它是什么意思。得找到电台。我今天再次提醒诸位，未来2天天气随时转晴，不再有保护我们的浓雾。为此，任何一个防空监测设备的人员不得离岗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所有航空战斗团体一律取消休假。重庆周边3个机场、成都机场一律实行全天战斗值班。任何一个单位出问题，我就找谁算账。上校，将军，你不是在昆明吗？本来是这样的，我之前一直在昆明航校教学生，但是我现在遇到了点麻烦，所以我来找委座打官司。好，坐下说话，请。坐。谢谢。什么事儿，非要委座来决断？就是你们那个叫人头疼的英式分队，委座让我重新训练他们这批飞行员。但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第1个飞行日，13架飞机着陆居然撞坏了6架。当着我的面我愤怒到了极点。我命令每一名中国驾驶员必须在美国教官的监督下，用教练机进行1次飞行测试。结果，全体英式飞行员抗议我用美国人来测试正规的中国空军。最后，他们选择用集体罢课的方式来对付我。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来到重庆，直接找委座决定。委座什么态度？委座当然批准我对他们进行重新测试，并且特别准许我实行全程淘汰制，只有测试合格的飞行员才能返回航校。你可真行啊，上校！只有你能通天啊！我知道，在你们的国家，要想做成一件事情，必须直接找到说了算的人。也只有你能说得上话。你和委座说不上话吗？能，我能说上，只是中间隔的人太多了，机构也太多，等报告递上去，一切都晚了。行了，别吹牛了，你就非要住那儿啊？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。什么没办法呀？你就不能跟他们好好说说呀？
知道，现在手头啊管着一大堆事儿，万一发生大的空袭，这方方面面都需要照顾着。就你这办公室，统共就3个人，就连打开水都得你这一条腿的人去。一条腿怎么了？那我说话也好使。别看我官儿不大，关键时候，就我这一条腿，我也能指挥调动他们。再说了，还有防空法管呢。行了行了，就你能，逞能。有听见？是，你看啊，从这啊，于火要这点事，照一下，对，把这个记下来。不是啊，好的好的。对，分区停电得10点后才能送电，那备用发电机呢？没领上。为什么？联勤司令部物资局说排不上，发电机数不够，兵团一级才能分到1部。物资局？谁啊？徐少丽，徐局长。我没醉，我没醉。来，局长，局长你来了，哎呀，走，你喝的最少，你喝的最少啊！坐。来，小梅都把你酒倒上了。这杯酒小梅现在没倒了，这杯酒一定要放。你也喝啊，你也喝，来。哎呀，长官，他不要进来，让开啊，让开。请问哪位是徐孝立徐局长？我就是。你谁啊？怎么擅自闯到我这里来了？我是重庆防空指挥部的，我是来要发电机的。发电机？他有发电机？上校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刚刚陈司令长官的公馆要那个发电机，我都没给打。我不管什么司令长官，防空指挥部现在是1级战备单位，即使全重庆只有1台发电机，也必须保证我们。李处长，这你去跟他解释，把他带到隔壁房间去。来，我喝酒，来，刚洒了，我给你买上。这边有小梅，来，这边有你得喝。没关系，我根本没事。来，这杯酒你先喝了，你要多喝啊！来，我这杯酒你来买上。来，放肆！长官，我告诉你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谁敢置重庆百姓的生命而不顾，高云天绝不答应。今天要么你一枪打死我，要么你立刻把发电机送回去。司令官阁下，这是明天中午的空中午餐。将军，我们已经精确地计算过了，机群飞越宜昌吴山之后，是机组人的午餐时间。吃过午餐，经过1个小时的飞行，就能飞临重庆上空。每份午餐配有红烧肉、煎鸡蛋、鲜椒鱼和热咖啡。味道不错。这是雾季结束以后的第1次空中打击，一定要吃好，吃好了才有精神。以后轰炸将要日常化、制度化。你们的空中午餐也要保持这样的水准，要日常化、制度化。嘿，报告，将军阁下，情报中心郎本将军给您发的气象密电。大佐，哎，明天的重庆将是一个艳阳天。
县第9防空哨报告，3批45架3096式陆地攻击机刚刚飞越我顶上空，高度5000，航向2点至8点，没有发现战斗机护航。报告完毕。司令官，我预计敌机会在13点15分飞临市区上空。现在的时间是12点45。各报警台挂出红球报警，全程拉响防空警报，快！是。报告，第3批45架战机在彭水一带合成一股，展开战斗队形，从长寿进入攻击航线。广阳坝我驱逐机大队25架115战机已经全部起飞，向西拦截。25架对45架，实力太悬殊。我成都的5大队现在在什么？成都增援的15架115战机1小时前已经起飞，正在南来的路上。好在来的都是轰炸机，我们对96轰炸机的性能是非常了解。通知刘长宁，让他从机尾由下向上副高度进入，避开敌机尾机枪的火力，集中攻击一侧的发动机。是。王八蛋，跟着太阳过来，1分钟的安逸都不给我，真他妈的孙子！班长，紧急来电！念。敌机由8线进入，被我空军咬住，正在嘉陵江上空交战。我就料到他们会从这儿来。可怕的是，朝天门、望奴门、蜀旗门各大沿江港口有几十万人在观看这场空战，完全没有理睬防空警报。报告，江边方向陕西路小十字一带遭到日军落弹。马上接通警备司令部，还有消防局、卫生局。是。
战团团长吗？我命令你迅速开赴商业街小池子一带增援救助。什么？我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是重庆防空司令部的高云天。我调动不了你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那一带有27条街道，现在已经烧毁了19条。如果你见死不救的话，我会把你告上军事法庭。工兵11团吗？我是防空司令部高云天，我命令你迅速赶往繁盛路一带救火。你们可以考虑用炸药阻断火源，不是晚上，是现在，立刻！这些平时调不动的老爷们呢，就应该这么对待他们。刚才伟作给我来电话，问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。我说我需要的是全权。你只要不投降，他就要炸下去。1个月、2个月、1年、2年，甚至3到5年都有可能。空军也就这点力量，尽量平光无事。编队已安全返航，45架飞机，7架坠落。报告，我重庆谍报人员发来通报，攻击大获成功，满城大火，数千幢房屋被摧毁，极大震撼敌政权。孙川将军，我的轰炸编队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战斗机的护航？我们简直像古罗马军阵，悲壮的让人想哭。没有办法的，现有的战斗机续航能力不够，只能依靠你们轰炸机自身的火力，勇敢地组成突击战阵，物资冲锋。可我受不了，近半个小时的交火，损失7架战机和50名弟兄。你看看这个，也许会好受一些。你们所有的飞行胜员加起来也不足300人，而你们在5000英尺的高空，给200多万人带去的是电闪雷鸣，而这200多万人又决定性地影响着整整4亿的人口，震撼着这个国家。这是战争史上全新的战法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高的利益。比起这空前的收获，你的那点损失还是合算的。尽管如此，可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改善我们当前的行动。
加藤君，嗨，我欣赏你的劳动态度。的确，我们需要做的再精细一些。这样吧，等我们看完了空中照片，再来决定明天的行动方式。嗨。邹主任到。今天把诸位紧急召唤而来，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可以说，重庆到了历史上最严重、最危急的关头。请坐。诸位都是权柄在握的一方大员，防空司令部将受命集中你们手上的权力，救民于水火，救城市于水火，刻不容缓。首项议程，我们要宣布成立人民疏散委员会，由行政院长亲自担任主任，在座的诸位都是成员。从明天开始，进行城市人口疏散，首批疏散人口20万，注册城市居民消失将近1/3，1个星期之内必须完成。没有办法呀，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法，这不是商量，而是战时必须执行的命令。诸位，行动吧。从图片上看，我们的燃烧弹和凝固汽油弹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将更广泛的使用。已经通知了地勤，明天将增加3成凝固汽油弹。我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，把我进入轰炸区的时间推迟到明天傍晚？傍晚进入重庆。我们可以拿东京来想象一下，傍晚正是下班的高峰，街道上人头窜动，车水马龙，普通市民会在这个时间吃晚饭，一家老小挤在饭厅里。再晚一点，有些人就会出去购物、逛街、会情侣。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炸弹、燃烧弹呼啸而至，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？薄暮攻击，好主意。支那空军历经久战，具备全天候飞行能力的飞行员已经越来越少。薄暮攻击将使他们在暮色下的防御能力大大降低。So ga。有一句名诗：暮色下，我喜欢在红色的上面加一点红，就像红色的檀香木上切落了一只红色的凤凰。处长，还是数字，但可以肯定是气象数字。您看看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云高、能见度、风向、风速？汉奸，该死的汉奸！我马上通知高大佐，让他调动宪兵团协助查获地下电台。
37架日本轰炸机。他们的队形就像是一群大雁。当天的轰炸比较前一天更为惨烈。重庆最繁华的老城区，38条街道被炸，10条完全被摧毁，4000栋房屋成为废墟，死伤人数超过了5000。全市37家银行，14家被夷为平地，包括正在放映的电影院。从朝天门到七星岗，一片火海。他们都说，日本人投下会飞的火焰。其实这是凝固气流弹，里面装填有轻质汽油，还有石蜡混合成的固体燃烧剂。当这种炸弹着地爆炸以后，融化了的固体气流就会四下游走飞溅。散布火焰，对人员和房屋造成极大损害。像这里这么密集的居民区，几乎不可能有抵抗的办法。也是这一晚，日本人针对平民的野蛮轰炸方式，给了美国人陈纳德深刻的印象，并将这种战术写进了对美国政府的报告中。若干年后，指挥轰炸东京的盟军空中总指挥李梅将军，正是从陈纳德的这份报告中受到启发，于1943年3月以同样的方式轰炸了东京，共投下了2000余吨燃烧弹，史称“火烧东京”。历史就是这样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一点不错。正如你们在广播里听到的那样。权利回答你这个问题。我没有权利回答这个问题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们后退一步，我航空部队的基地就向前2步，时值夏季空袭。我海军航空部队彭义下尽收中国全土，只要是蒋先生可去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随时到达。据了解，你们这次轰炸对重庆的平民带来极大的伤害，海军方面有何看法？我航空部队当然是以军事设施为轰炸重点，但是偶然有伤及市民之处，支那市民也应该有牺牲的准备。必须指出的是，类似的轰炸仅仅是个开始。实际的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？防空司令部对实难现场进行了勘查，估计人数超过了10000名。
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确切的人数。爆炸的残肢和火烧后的骸骨几乎无法辨认，再加上大多数受害者是城市流民，失踪报告难以确定，因此保守估计，死难者应该超过了1万人。来加以保护。明白了。报告，夫人，上校到了。克莱尔，夫人，哎，坐坐。您在写东西？是的，我们的新闻官文读惯了，只擅长八股文章，这可不行。必须要让世界听到我们对轰炸的真实感受。是的，我们必须要让一切有良知的人知道这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。你不是外人，克莱尔，我没有必要对你做任何宣传。是的，夫人，我敢说，再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比我更了解你们目前的处境。是吗？近2年的抵抗，您的国家所遭受的损失，包括11个省，所有的铁路、长江和珠江，最重要的水陆大动脉，95%的工业，所有的经济、金融、原材料中心，最优秀的陆军师，实际上的整个中国空军，还有很多我不能细数。这些按传统标准衡量，足以迫使一个国家投降，但你们仍然在战斗。只有极少数的人想到了投降。就是这些极少数的人，已经使我们受到了极大的耻辱。克莱尔，不要仅仅看到那些失去的东西，那会影响你的判断力。我听说了你在昆明的那些不顺心的事情。是的，我现在在昆明，的确是很不愉快。我心灰意冷，甚至打算辞职回美国去算了。哦，不，你不能走。你相信我们，你的那些麻烦的问题，我们会尽量帮你解决。实际上，我仔细观察了昨天的轰炸，并且记录了日军的空中战术。我发现这其中的问题非常明显：你们缺乏全天候的成熟飞行员，以致日本人能轻易突破你们的空中拦截。如果像刘长岭那样的飞行员再多一打，那么现在的结果可能都不会这么惨烈。不过可惜的是，优秀的飞行员从哪儿来？只能从最严格的、完善的训练制度中来。所以在你回昆明之前，我一定要见见你。我们已经向莫斯科提出了申请，请求他们派新的空中联队来重庆。当然了，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人家身上，我们必须要有自己成熟的飞行员。克莱尔，你现在进行的工作，那才是中国将来空军真正的希望。我已经和委座商量过了，决定派周将军去昆明。他现在的职务是空军训练部的主任，你们是同行。周将军之前的职务不是防空司令吗？是，他已经被免职了。同时免职的还有重庆市市长。总得有人对这2天的防空问题承担责任。
啊，毛兄，这个时候只有你能来电话呀。是啊，我又得打铺盖卷滚蛋了。这回好，要在你毛兄的手下混饭吃了。是，我在任的最后一道任命，是命令高云天为重庆防空司令部的参谋长。一条腿的人，比我们2条腿的人能干。哈哈，毛兄，这回我们俩可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我飞不走，你也逃不掉啊！好了，不扯了，我们昆明见。好像这么做不太公平吧？高参谋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把重庆的防空任务交给你。好在新上任的司令官是我的老朋友，你去跟他讲道理吧。司令官，我想跟你一起回空军去。云天呀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必须要有一副坚强的神经。日本人携150余万重庆民众为人质，企图迫使我屈膝投降。这个战场将会空前的残酷。我走，是军法所致。你现在要走，那就是临阵逃脱。你高云天英雄一世，这个时候走，会玷污了你自己。别忘了，你曾经是空军啊。我正在一个悲伤沉痛的地点向诸位演说。在这里，几天前还是重庆城中繁荣热闹的一角，如今我的周围却成了残破的废墟，并且冒着余生的残烟，以轰炸来大规模屠杀无辜的平民，真是文明时代所产生的最可怕的文明。烧的惨烈是现代史上空前未有的。我由衷的希望世界上任何城市不再受到同样的灾难。